今天晚上呢，会讲人工智能啊，我们上一次直播是2个星期前啊，我们谈到了不同的人工智能的公司，那这2个星期呢很精彩哈，这2个星期刚开始的时候，很多我们提到过的人工智能的公司啊，上一次直播2个星期前呢都涨了好多啊，涨了好多之后呢，在过去1-2天呢又跌了好多啊，跌了下来啊。那到底现在这个人工智能的炒作是不是已经这个 party 已经完结了呢？已经曲终人散呢？还是现在只是开始当中的一个小的波折、小的波动呢？我们今天晚上来分享一下啊，讲讲我的看法啊。当然呢，我是做了一些研究啊，给了大家看一看一些数据，给大家一些参考的数据。所以今天晚上内容蛮精彩的啊，非常精彩，而且我觉得现在是一个很关键的时刻，所以我建议大家来看的都留到最后，好吧？那在这里呢，也要感谢我们的粉丝啊，超级的粉丝，我们当时说过，在我的 YouTube 到了10万的订阅者的时候，做一个公益课给大家啊。原本想想啊，只是容易的做一个公益课，而我的团队对我的要求很高，就那个公益课啊，一下子录了70分钟，而且这个70分钟里面呢，我录了3次，我的团队说我这个发音不准啊，那个讲的不好啦，这个不好了，那个不好啦，结果我录了3次，而为了大家啊，这都是要做到最好最极致的，所以这个公益课啊，答应大家，承诺大家的，终于终于做完了，而且我们后期的制作也是做了很多的，包括打了英文的字幕啊，打了中文的字幕，而且英文的字幕啊，不是这个电脑的翻译，而是我们真的是重新从一个英语English speaking person 啊，讲英文的人，这个方法来讲出来的，而不是一个翻译中文的啊，所以我们花了好多心思送给大家，好吧？这感谢大家的一直以来的支持啊，我个人觉得就这个70分钟内容都满满的，我自己录了3次之后看回我都觉得很好啊，所以呢，我觉得我建议大家啊，留70分钟时间啊，不要匆匆忙忙的看，70分钟时间不要中断，然后呢，在电脑面前看。用一个笔记本在电脑面前看，把我里面所讲的10个关键好好的写下来，好好的思考一下，我相信一定会对你未来的投资有一个很大很大的改变。这10个关键是我总结了，我30年的经验，包括我观察了这么多的学生啊，这么多其他的投资者啊背后所总结出来的啊，看起来好像很简单，而这个影响是深远的啊，所以送给大家，好吧？OK，那好了，回到今天的主题之前呢，我们再看一下。美股啊，好多人都这个感兴趣，这个股票市场到底这个短期内啊短线的方向是怎么样啊？那其他的股票市场我就不画了，但是这个方法大家学了之后啊，台股啊、美股啊、港股啊。新加坡啊、马来西亚都可以这样来画啊，大家学到了方法之后就知道怎么画了，对吧？那我们的方法啊，越简单越好啊，而且呢，我们 back test 啊，这个往回看了啊，我们在直播里面也用了大约2年了啊，在2022年的时候2021年年底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已经是这个超高了，超买了，超高了啊。我们看到在2021年的11月份的时候，下面的 RSI 是不是超级超买了？而且整个当然其他的因素看到美股当时是太贵了，所以我当时是一直谨慎的啊。当然没有人知道什么时候美股会调整，什么时候爆破，什么时候黑天鹅有来，但是我在当时12月份12月05号的时候也会说啊，以后的黑天鹅会很多啊。之后我也解释过为什么我能看到不是胡扯，不是瞎说的，为什么我在12月5号啊2021年就看到黑天鹅很多啊。那一直下来，一直下来，我就说，真正的大跌还没来啦，还不要那么乐观啦，还再等一等啊，再等一等啊。而且呢，大家都来啊，美股一涨1-2个月就说，哎呀，美股到牛市了吗？美股到牛市吗？对吧？我就说，再等等，再等等，我就给大家看了那个下降的轨道。我们说下降的轨道上面那个顶能不能突破？
突破之后就确认牛市，不突破的话还是继续观察啊，我们这宁愿这个观察一下，因为不知道一浪低过一浪，一浪低过一浪的，对吧？那上面那个顶，结果是6次突破不了，6次突破不了啊，但是到了后面越来越频密了来碰那个顶的时候，如果大家记得的话，我在年初的时候讲到了这个知悉倒挂那个发表者 Campbell。他说这一次知悉倒挂会不同了这一次知悉倒挂不一定会带来经济的衰退。那一次我在 YouTube 视频里面讲完之后，我就说美股转机已经来了，包括去年讲过的要美股转机的3个原因，对吧？已经开始差不多了差不多这个影响美股跌下来的那3个原因消失掉了。而这个1月份的时候，1月初的时候就说美股已经是这个密切留意，是要一突破的话，那就是这个机会很好了那当然当时还说了港股会更好，中概股港股会更好所以呢，我们看到1月份中概股港股都是跑赢了美股一大部分时间是跑赢美股，而我们后来也讲到，对吧？港股已经是严重的超买了好久了而不光是超买很多，还是好久了，应该要调整了，但是我们不知道。不能精准的知道什么时候调整，应该要调整那所以现在港股正在处于一个调整的阶段我们来看一下美股这是上一次直播的时候，我们2个星期前上一个直播的时候，下面那个我写的有颜色那个文字写的，对吧？美股短期超买后调整。就是会调整的OK 给大家看到那个 triangle 那个三角形倒挂的三角形下面，对不对？超买了，要调整了就是蛮明确的一个字，对吧？那我们来看一下这2个礼拜，真的就在那里徘徊，就在那里徘徊所以呢，真的是调整了真的是调整呢，也不用太悲观，为什么呢？因为大家看到它正好就是处在一条平衡线，那条平衡线就是一个支持位以前没有突破之前是阻力位，每次到了那里就跌下来，每次到了那里就跌下来，所以那个阻力位已经是累积了一段时间在这个好多的投资者里面已经有一个 psychological 的一个 barrier， 对吧？一旦突破之后，那个阻力位就变成了它的支持位所以呢，这一次美股2次跌下来都在支持位这个顶住徘徊住所以个人觉得呢除非它是一下子猛地跌破如果不跌破的话，那这个支持位是蛮强的当然未来没有发生，没有人肯保证100%不会跌破，对吧？如果它跌破的话那我们还好下面还有支持位所以不用太担心。如果它是不跌破的话，那这个支持位是蛮强的，好吧？所以这个是我的一个对美股的一个这个看法很多人来问美股是到牛一啦、牛市啦，要不要建仓买卖你们自己决定。而我觉得呢，短期内方向不太明显。这个方向不太明显，我是喜欢等到有很明显的信号的时候，去买或者去卖现在不是太明显的一个信号，好吧？给大家参考一下当然呢，大家知道我是喜欢长线的，看长期的那我看到现在有个非常好的长期作为一个长线投资者的一个机会，今天给大家马上分享一下。那看这个之前呢，回答2位网友的在不同地方的留言第一个。因为最近我觉得现在是一个买10倍股的一个非常好的时机第一个，我们的牛熊周期，对吧？可能已经是结束了这个熊市，而且熊市也使到现在的股票比较便宜了不是最便宜，已经反弹了一点，但是相对去年最贵的时候已经是便宜了一点了，对吧？所以第一10倍股，第二呢，也正好是现在科技的发展我们一会讲讲人工智能这样东西科技的发展使到现在是一个买10倍股的好的地方好的时机。我们一会儿也讲讲怎么去增加我们的买到10倍股的机会，好吧？今天这个讲讲那这位网友呢说会不会买一个杠杆的 leverage ETF 杠杆的指数基金但是呢很波动很大，对吧？但是会不会也涨10倍呢？第一个如果整个大势在往上走的话，那因为它通过杠杆之后，
往上走的幅度会多了啊，涨得会多一点啊。外面的杠杆的ETF 有2倍的，也有3倍的，对吧？那如果你买3倍的啊，大市涨3倍啊，它这个 ETF 也就涨了9倍啊，3倍乘3倍就9倍了啊，再过一点点就10倍了，对吧？所以是可以做到的啊。但是呢，我们要找的10倍股呢，不是去杠杆，不是去增加我们的贝塔啊，杠杆了之后，我们的那个波动就增加了啊，其实风险也增加了，对吧？我们不要增加风险去拿更多的回报啊，我们要安全，所以我们找的10倍股啊，我整套方法给你们的方法找的一步一步去做的，是要在同样的风险底下得到更多回报，或者是同样的回报里面用了更少的风险啊，所以呢，在金融池里面，以前我也解释过啊，这个叫 alpha 啊，我们要寻找的是 alpha，我们去追求的是 alpha，而不是通过波动啊这个贝塔增加贝塔来得到额外的一个上升的一个回报啊，因为贝塔大了之后涨的时候涨得很爽。跌的时候也会跌了很多，对吧？那爽的时候怎么爽，也只不过爽。跌的时候啊，跌到了要被斩仓啦，要跳楼啦，心惊胆战啦，我是不建议增加风险、增加波动来增加回报的啊。所以大家要搞清楚这一点，不要说哎呀，我好像只看着这个回报就增加了这个波动，增加了风险，增加了贝塔，好吧？OK，那还有一位同学呢就觉得哎呀，我2倍都没找到了，怎么能找到10倍呢？对不对？我觉得第一个找10倍股要学嘛，如果这么容易找到就不用学了，是不是啊？所以第一个10倍股是要学的啊。第二个呢，我们要找10倍股呢，要记得3个英文字啊，或者是看中文也可以。OK，what 就是要找哪一个股票。我说几百个、几千个股票里面，可能好的有100个。这100个当中，可能被我们看到的、捕捉到的、把握到的，可能是5个，5个已经不错了啊。所以几千几万个股票当中，可能真正涨10倍以上的，可能一段5年了，给他5年时间或者一个牛熊周期，OK，可能涨10倍以上的有100个啊，其实也不少啊。被我们发现了、看到的又买到的。能买到3个已经不错了，能买到5个已经是哇，这个不得了的啊！所以我觉得是第一个是要 what 是要去筛选寻找的啊，千里寻找一个啊，1000个股票里面可能是找到一个，所以要看3000个股票要看。当然，我们有系统的方法去筛选的话，会看得快一点能够把不好的马上筛除掉啊。第二个很重要是 when。你要在牛三的时候，2021年的时候你买 Tesla，你买 Nvidia，你买什么好的股票，所谓的好的股票，都会是跌下来输钱的，对不对？再说它已经涨了这么多了，再要涨10倍比较难一点了啊。第三个是 where， 在哪里找啊？那这位网友看的都是台湾的股票，对吗？我觉得10倍股在台湾出现的机会会少很多甚至是这个很难没有 OK， 或者是万中只有1、2个那我解释一下为什么。同样的，马来西亚我觉得是炒作的不算什么 Top Glove 一下子炒上去，跌的时候也跌死掉了，炒作的那些不算。真正的能够长生长有，而且是就算有回调，还是能保持这些这个涨的一个幅度升幅的话，我们要看真材实料看实力，而不是炒作的，好吧？那为什么我觉得这个马来西亚、台湾包括新加坡10倍股少一点香港本地的也少一点香港一定要是这个中国大陆的公司，或者是做全世界的公司这个才有机会。为什么呢？因为这个10倍股它有这个盈利要增长一个很长的跑道，你要给它一个很长的跑道，滚这个雪球滚下去，要不然不会涨10倍，对不对？明白吗？这个用滚雪球来做一个想象这个要滚雪球，越滚越大，滚10倍这么大，一定要给它一个很长的跑道，慢慢的去滚大，越滚越大，越滚大越大，对吧？所以这个公司它的产品一定要销售一个很大的市场，才能够让它
有这么长的一段时间的增长啊。那所以呢，比如说啊，你只做香港本地的，你只做新加坡本地的，你只做台湾本地的，你只做马来西亚本地的，不用想了，这个市场太小了。OK，那好了，所以我觉得为什么在美国和中国大陆经营的啊，不一定在那里上市，在哪里上市不重要，但是在那里经营的做那里生意的公司机会会大一点，因为他们的市场大。美国你看到美国好的公司啊，牛的公司，产品一好了之后，一定是全球化、国际化的开拓海外市场，所以它是做全球人的生意，可口可乐，对不对啊？或者是Intel、NVIDIA 啊，或者是特斯拉，全世界在卖，所以它的市场很大。啊，好了，中国大陆不一定能全世界卖到美国啊，但是中国大陆本身人口多，人口多相对消费能力要比印度大要比印度高，所以呢，印度还没成熟中国大陆本身就已经是个大的市场，还有它的产品可以卖去第三世界，像小米50%的这个产品是全世界在卖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下，这个市场里面如果市场是够大的话，也有10倍股，好吧？那好了，所以台湾我觉得呢，唯一一个万中已经做得很好了，台积电。但是台积电也没有到10倍或以上因为它做的还是这个生产生产有它的限制，不像设计，不像其他的生产当然这个就比较深了，在我们的给大家的之后的10倍股有机会大家上这个课程的话，我们会看 business model 看它的商业模式，看它的经济的一个 economic breakdown 这些里面我们会讲到就台积电已经是做的非常牛非常棒，而它的天生的整个 business 这个 business economics 我是有一点点顾虑的。当然，现在是一个对半导体、对晶片非常需求旺盛的一个很长的一个年代所以台积电不错。而它的天生的这个在整个市场里面站的位置、站的角度我是一向不看好的，不是最近才不看好的当然，巴菲特买了我没话说，对吧？现在巴菲特又抛售掉了。OK，好，那我们事不宜迟，讲讲所以我觉得现在是一个非常兴奋的年代，为什么？因为我们刚才说过 when，对不对？现在我觉得就是一个不能说千载难逢了我觉得这个机会这么大的这个机会十几年才来一次，十几年才来一次。上一次这么大的机会来临的时候是智能手机的出现和普及。OK，所以这个我一直有讲这个最近ChatGPT 的一个出现让好多人包括我很兴奋，对吧？我讲完之后，我看到这个这个 NVIDIA 的老板这个黄仁勋这个Jensen Huang 他说，ChatGPT 的出现就像一个 iPhone moment，一个 iPhone 的时刻。OK，我们可能已经很久没有想象过 iPhone 之前的手机是怎么样了在右面给大家看一下，iPhone 没有出来之前，我们是有要按这个 button 按钮才能打电话，才能打字的，对不对？iPhone 出现的时候我第一个想我会不会手指太粗了，按不到它里面的那些字母啦，打不到电话啦结果现在回不了头了，对不对？现在谁都在用iPhone 或者其他的智能手机这个屏幕没有键钮的，没有这个其他的东西的，对吧？而且有了这个智能手机之后，实现了现在看电视啦、看电影啦、消费啦，用电话要比电脑还要多。所以我们是等于这个移动电话等于是个移动电脑，我们是随身带着一个电脑，随时消费，随时看电影，随时WhatsApp 等等等等所以这个 iPhone 当时一出现 ，iPhone 之前有没有无线电话？有没有这个其他的照相机收音机在电话里面有？但是 iPhone 的出现使到这个到了一个叫起点的东西 ，singularity 起点下次有机会的话，我会讲多一点关于起点的。这个起点一到，
我们搞技术的或者是搞技术商业化的起点一到，就是这个爆发性的时代到了啊。那所以我认同啊，因为我讲的跟他差不多啊，这个ChatGPT 的出现啊，ChatGPT 不代表人工智能，人工智能要比 ChatGPT 大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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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就像这个苹果电话不代表这个无线的电话啊，但是iPhone 的出现使到整个人类的消费习惯改变了，用无线电话的方法都改变了啊。所以呢，ChatGPT 一出现之后，我亲自就是用人工智能接触到的人工智能的人多了，使到人工智能可以更快的渗透到了商业的行为、个人的行为个人的消费、商业的行为，更快的就是这个 adoption curve 这个一下子就是 tipping point singularity 就上去了啊，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时代，对吧？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人工智能，我觉得现在到了 singularity 了啊。人工智能上一次的另外一个 tipping point 的年代啊，这个翻天覆地的生活改变的年代是智能手机的出现，再早一点是互联网的出现，再早一点是个人电脑的出现啊。我们每一次个人电脑出现了，我们现在都在用电脑，对不对？以前我们平凡人怎么会用电脑？都是科学家在那个 laboratory 在实验室里面用的啊。电脑出现之后普及化，每个人都用了，对吧？internet 互联网出来之后，谁现在不上网？对不对？到哪里都要 WiFi 有吗？WiFi 有吗？没有 WiFi 啊，好像生活没 WiFi 已经是好像这个缺少了什么东西，对不对？现在机不可失，对吧？机不可失，什么的机啊？是手机的机啊，出去逛街不能不带手机，没有手机的移动支付不了了啊。以前我们还要扫描才能进商场、进餐厅，进不了了，对吧？我们现在是出去一定要带手机，所以是整个人类的生活是这三个是大的点啊。人工智能是下一个 ，OK。那我们来看一下啊，刚才有人说十倍股有可能吗？哇，十倍股想象不到嘞。我们看一下PC 年代的出现啊，在这里啊，我要带出一个很重要的点。第一个当时 PC 年代里面涨的公司好多啊，带出来的做硬盘的，做电脑的做这个晶片的，做软件的包括 Lotus WordPerfect 曾经也涨过好多好多Adobe 到现在还有，对吧？所以呢，不是说只有一个 Microsoft，OK。第二个我想带出的就是每一次一个科技的迭代上一个年代的老大或者是有一批的公司，他们生意会这个面临很大的挑战所以很多人买 ETF，我绝对不买 ETF。很多人喜欢买这个大的股票蓝筹股蓝筹股其实很危险的当年1960年、1970年的蓝筹股最稳的、最蓝筹的、最好的股票是谁当时的电脑的巨头，曾经是全世界市值最高的公司 IBM，我的第一份工作还是去 IBM IBM 当时是电脑界的巨无霸，OK，连那个 PC 的个人电脑也叫 IBM Compatible PC，IBM 这个平台的 PC，所以可见当时的 IBM 是多么的厉害，OK。小小的一家微软公司，IBM 就看不起它，就给你做一个 DOS 吧，之后我还在做 PS2 来取代你的IBM 当时的如意算盘，结果在我这个做了一下研究IBM 83年的时候最高值在139块，到了90年代初的时候只到了15块，跌了89%，也就是说你10000块变成了1100块10000块变成1100块，对不对？所以大家都喜欢，现在还问特斯拉能买吗？谷歌能买吗？Microsoft 能买吗？就像当年所有的人都说 IBM 买 IBM 不会有错的，买 IBM 就可以了，买 IBM 电脑也没错的，买 IBM 的股票也没错的，要退休就买 IBM 了，买了就可以了。结果它是跌了89%不是那些小股票不是那些炒的股票是蓝筹股跌了89%，而同时 Microsoft 是涨了690倍
10倍都好难想象了，100倍怎么样啊？690倍啊，对不对？我们是不是看得太小？我们是不是想象空间太小，想都不敢去想，那怎么会发生？对吧？想都不敢去想，你赚了那20%了，就马上走了，take profit 了，离场了，结果690倍啊！所以一定要想大一点，对吧？涨了20%、30%、50%，继续持有了，OK 啊，一定要10倍股。你不是10倍股的话，真的啊，涨了50%了还不走啊，要调整了，对吧？不是10倍股就有这个不好。那你调整了走了，又买哪一个呢？下一个买的每一次买都有可能买错，有可能出错。那这个10倍股你买了就长期安心把它放在那里啊，得到超级回报啊，690倍好不好？就算几十年690倍都不得了了，对不对？它是从86年 IPO 到2000年啊，这14年当中690倍14年当中690倍，非常不错了，对不对？OK，好了，我们错过 PC 年代不要紧，到了互联网年代，互联网年代刚开始的时候，美国最稳的妥妥的 Blue Chip 蓝筹股 AT&T 不用想了，要退休的 AT&T，OK，当时 AT&T 也是曾经是美国最大市值的股票之一，OK，头5个了结果从最高位的90块用了 Internet 了，没有人打长途电话了。现在我们还打不到长途电话，不打了，对不对？从不打长途电话跌下来从90块跌到15块，90块跌到15块，跌了83%。蓝筹股哦，不是普通股票、小股票，不是炒作的股票啊，蓝筹股跌了85%，OK，83%啊。同时，取代它的新的巨头，互联网的巨头谷歌，从 IPO 2004年 IPO 到今天虽然今天已经跌下来一点了，涨了33倍，33倍19年，也不错了吧，对不对？19年33倍，OK 啊，所以呢，你看选股票重不重要？大家麻烦大家动动手指，你觉得选股票重不重要？重要的在留言区写重要，或者写一个字母，对吧？重要啊！所以千万不要这个随便买个 ETF 啦，或者是自己不做研究。我可以告诉你，外面那些大师啊，whatever 胡讲的都是已经是末日的这个老牌子的 blue chip 90年代你去问人家AT&T no problem， 这绝对没问题的。AT&T 80年代 IBM 都会死的好惨。OK， 一定要找明日之先明日之星。OK， 好了，我们刚才讲到第3个迭代的年代是手机年代，手机年代来了 ，Nokia 当时雄霸60%手机市场的老大哥的 Nokia， 它的股票跌了90%。90% again， 你看每一次的新的科技来，都会把上一个年代的老大哥打得惨的不得了，对吧？你想去陪葬吗？我不陪葬啊，对不对？所以今天来问，鸡爸爸，这个阿里巴巴怎么样阿里巴巴很好，是上一个年代的，OK，汇丰银行怎么样？是上2个年代的，OK，那特斯拉怎么样？上一个年代的特斯拉涨了1000倍了，OK，现在还买能不能1000倍了，对不对？台积电怎么样？上一个年代的OK，这个当然没有说一定会跌下来或者是怎么样，对吧？但是我们要想想有没有科技会这个颠覆bypass 颠覆上一个年代的老大哥，好吧？所以这个关键，大家不要说，哎呀，我买了蓝筹股了，buy and hold 买了就放在那里就持有了。你看 Nokia 也是90%，这3个都是一个年代的里面的最蓝筹的、最老大的股票，最所谓的稳的股票。都是跌了80几到90%。OK， 同时，如果你看到了我写错了，这个应该是 AAPL AAPL 这是 Apple，OK， 不是AOL Apple 那一段时间里面，07年 iPhone 的出现，我们刚才讲到 iPhone 就是那个时代的一个
划空时代的一个起点，对吧？如果大家在 iPhone 3出现的时候去买 Apple 的股票，到现在是涨了80倍，15年涨了80倍。What else can you ask for？ 80倍，对不对？所以不要再给自己的脑袋限制你的财富了。这个财富，财神爷在敲你们呐、你们自己说，哎呀，哪里会有10倍股啊？找不到嘞。当然，你只在台湾找，你就找不到 Apple 了；你只在台湾找，你找不到Google 了；你只在台湾找，你找不到腾讯了，找不到上一个年代的阿里巴巴、腾讯啊，或者是其他的好的股票了，对不对？所以一定要全世界去找，全世界去找啊！我当然下一次如果台湾有的话，我也会来看台湾股票，对不对啊？所以一定要全世界去找啊！我们台湾也有研究团队的啊，不是说不看台湾股票的，但是看到现在为止没有满意的，就这样，OK。好，那我们假设一下啊，如果当然大多数人没有那么年纪大，对不对？如果你80年代已经有1万块啊，80年代去投资啊，80年代我还不会投资，我是93年才开始投资的啊。假设我们80年代已经有钱啊，当然可能现在是比较老了啊，有钱啊，学会了怎么投资啊，我们想象一下好不好？OK，那我们当时有1万块。如果我们首先买了 Microsoft，后来又买到了 Google，后来又买到了 Apple，OK，很简单，怎么找？每一个时代里面找了它的颠覆那个时代的老大哥，那个时代里面的老大哥去找他，找到老大哥就买，OK，1万块变成1430万，有没有讲错啊？1万块变成1430万，涨了1430倍哎！再说一次，14300倍哎，对不对啊？是不是啊？1430倍啊，不是1万啊，1430倍。OK，那好了，就算我们没有这损失了一点没有买到最好，好吧？不要1430倍了，1000倍好不好？再打个折了800倍好不好？再打个折了600倍好不好？再打个折了500倍好不好？对吧？500倍的话，1万块变成500万哦。那我不止1万块投资股票的，对吧？我10万就变成5000万了，我100万就变成5个亿了，哇，5个亿啊！想象能不能想象自己是亿万富翁啊？对不对？所以要不要学？对不对？好了，AI 年代谁会是 AI 年代的 Microsoft、AI 年代的 Apple、AI 年代的Google？谁？OK，我们要想一想，谁又会是在 AI 年代的被淘汰掉的，像 IBM、Nokia 被淘汰掉的公司，或者 AT&T？大家好好想一想哦，对不对？你不买股票，你是错失了很大的机会。你要买股票的话，我可以看到大多数的人，你们问的问题，你们看的股票，只有被淘汰的机会，没有去颠覆人家的赢家的机会，就这么惨，就这么惨。我看了这么多的网友的问题，包括进来我们 GMT 里面的同学的思维，他们问的股票等等等等，我可以告诉你。大家看的95%以上都是只有被颠覆、被人家这个往下走的，而不是往上涨的，去颠覆人家的啊。所以呢，在 AI 年代有几个点，今天给大家的啊。第一个，很多人的工作会消失掉啊，不代表以后没工作做了。以后一定会有新的工作，这个我没打，麻烦大家写一下，我们放在这个弹幕上面来做个补充，好吧？帮我写一下 ，OK？很多的工作会消失掉，不代表以后人没有工作做，以后的人会做不同的工作啊，所以我们要更新我们的思维，更新我们的技术，更新我们的做事的方法，再靠传统的学校里面死记硬背，学这个专业知识，学那个专业知识，全部会被人工智能代替掉。我们以后要的东西是你一定要学会怎么样去利用人工智能来做你的工作，而不是被人工智能淘汰掉啊！所以以后会有其他的工作出现，很多的工作有了人工智能之后会做得更快，
更方便、更有效啊。那也有很多的企业会被淘汰掉，OK，肯定的啊，有很多的 AT&T，有很多的 Nokia 正在被淘汰掉啊。同时有更多的企业因为人工智能的方便，使到它有新的业务、新的产品、新的方法去推广、新的方法去销售、新的方法去降低成本，而盈利会上升。OK，所以这个世界两极分化，有一些公司它的股票会一直跌下来，现在可能很好的公司会跌下来，有些公司它越赚越多钱，这个人工智能会带来很多很多的机会。OK，上一次我们上个星期啊，抱歉没有做直播，为什么？我跟我的团队一共8个人做了2个星期的人工智能的调研。我们上个星期五就2天前星期五晚上跟我们的GMT 的同学分享到11点半从7点钟开始分享到11点半，好兴奋，好兴奋，很多的机会。我们是做了2个星期，8个人2个星期分工，团队的工作去真正了解人工智能能做什么。我告诉你，哇，真的是看完之后是睡不着觉，好兴奋。但是外面懂的人有多少，对不对？所以这个机会是存在的，懂的人很少。你们看得懂的话，趁人家还没看懂买，到谁都去追啦，谁都说什么啦，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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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时候啦，整个会涨上去，小心，整个会涨上去里面有90%的。大多数的公司是虚的、虚火的，泡沫一爆破，一定会跌下来。你买了有这个泡沫成分很高，靠炒作上去的股票的跌下来会输得好惨啊！不幸的 ，unfortunately，什么火的时候，谁哪个公司都说我是那个，对吧？元宇宙，谁都说我是元宇宙，或者是人工智能，什么火，好多公司都会加个名字去冒充。这个冒充那个时代的公司，你一定要分清楚哪一个是吹牛的，哪一个是真正的有这个业务的增长的啊！不要给人家忽悠，不要给那些胡扯的公司忽悠啊！有些这分析员大师都会忽悠你的，不要被人家忽悠，要学会自己看哪里看到10倍股，好吧？所以呢，在这里一定有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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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倍股会出现，甚至有很多很多的100倍以上的股票会出现AI 肯定会引来资金的追捧，下一个热潮就像90年代时候是 .com，90年是 .com，对不对？后来 .com 网络泡沫爆破了。90% 的股票跌下来，跌死掉了。我就是那时候输清了第2次的身家，全部输掉。就是这个互联网 .com，当时年轻嘛，不知道嘛，对不对？所以现在这一次要把握机会，我们要找的是 Amazon，就算 .com 的泡沫跌下来了，Amazon 还是可以上去的，好吧？所以这个我们要找的是Amazon 有能力剩下来的啊。OK，那好了，OpenAI is the future, got extra cash to learn which is Microsoft OK 好，谢谢你的意见OK，大家做个参考好了，所以呢，95%的 AI 股票会炒上去，但是是虚火一跌下来的话是没有支持位的，没有基本因素去支撑的，小心这点科网股一爆破的时候，我的身家不见掉了，输掉了，对吧？而有5%的机会在5的股票是像 Amazon。包括当时的阿里巴巴，阿里巴巴只是互联网的年代，他当时的那些竞争对手，什么 Meet China 啦、Global Social 啦，包括我的公司，后来没有资金了，死掉了。OK，我当时也做电子商务的所以我是看着电子商务里面阿里巴巴从什么都没有，慢慢做出来，做到现在的阿里巴巴。OK，所以我们要找的是这些能够真正的把业务做出来的公司。他们阿里巴巴没有涨几十倍、几百倍，因为我觉得马云他上市的时候把这个 IPO 的价格定了很高很高你要早期的 SoftBank 涨了几千倍、4000倍，对不对？那时候没上市马云不会 leave money on the table 他是把 IPO 的价格定了很高很高，所以每一次马云的股票上市都要走了所以就是这样 OK 好。所以呢，
有没有听过啊？这个家长啊，对小孩子说啊，哎呀，你要好好读书啊，以后可以做医生赚大钱啦。哎呀，要好好读书啊，以后可以做工程师赚大钱啦，做会计师，做什么专业人士赚大钱了？有没有听过？或者自己正在跟小孩子这样讲，对不对？但是第一个坏消息，以后包括医生，包括很多的专业人士、律师都有机会啊被人工智能取代很多的工作啊，所以这个第一个啊，那些专科不一定好学了。第二个，相反来说，刚才对吧，我们真的能找到 Microsoft 这些好的股票，从1万块变成1400万，这个钱怎么不赚？但是要学习的，就像你可不可以告诉你小孩子，哎，你去做医生，但是不要学习的，不需要去学校学习的，不可能的，对不对？你跟小孩子说，哎，去医学院做医生，以后做医生啊，去工程师学院，以后做工程师能赚钱，同样的你也要学习，对吧？不学就觉得，哎呀，怎么我找不到十倍股啊？你就是应该找不到十倍股了，对不对？就像你不学，没有去学过医生的话，你会不会开刀？我给你一把刀，给你一个人在面前，会不会开刀？我不会开刀了，你怎么开刀啊？要学的嘛，对不对？同样的道理啊，但为什么大家不学呢？对不对？所以啊，免费送给你学，免费送给你学啊！答应我，给自己好好的一个宁静的环境里面70分钟，不被打扰，不被打断，把手机关掉，电脑面前用笔记本来学，好吧？我送你送到这里啊，免费的给你70分钟，来看看这个超级盈利的时代来临的时候啊，七爸爸带你到这里了，之后那条路你自己要做决定的了，对不对？10年后人家已经是亿万富翁了，我不知道你在哪里，你可能是超级亿万富翁了，希望你是所以真的是大家花点时间来学习，一定要学习的啊，OK。所以呢，这个连接已经送给大家了这个感谢大家的公益课，OK，好好珍惜啊。那我们你也可以一下子就进来 GMT，也可以 GMT 的连接我们也放在那里一下啊，你来做个选择，免费学也可以啊，GMT 学习也可以，好吧？我们来看看几个网友的问题，有没有问题我们可以回答一下，然后呢，我就给大家多点时间去看课程学习了，好吧？OK，好，有一个网友说啊，我的资金不大，是不是也可以买10倍股啊？第一个资金不大，我会建议你更加应该是买10倍股，对吧？如果你有几个亿的股票几个亿的资金我说放定存就够了，对吧？放定存拿点利息就够生活了，是不是啊？你有几个亿，如果你资金不大的话，那怎么可以从资金不大变成大？你要靠那个每年10%的回报3%的股息，good luck，没有翻身的机会而你资金不大，真的学好要学的所有东西要学，没有免费午餐，对不对？学好之后，你找到一个10倍股也1万变100100万变10万，再找到一个10倍股10万变100万，再找到一个10倍股100万变1000万，就不得了了，对不对？所以特别是资金不大的或者是这个还年纪比较轻的10倍股绝对是很重要的一个，在你投资的这个生涯里面一定要学会一个很重要的策略，好吧？OK，好，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医疗机械股值得投资吗？第一个如果我们用这个选股5部曲的框架的话，行业医疗和机械应该来说是不差的，因为现在是人口老化，对医疗的这个服务需求有大的但是整个行业里面我们要看个别的股票，看个别的股票呢要看几样东西，第一个是它未来成长的空间大不大，第二个是它现在的股价有没有已经把它的未来成长反映在股价里我们要买的还是要买便宜的股票，好吧？我个人现在是不看医疗机械股为什么？这么好的时代难得的人工智能时代到来了，为什么要看再讲一次人工智能不是 ChatGPT 只是人工智能里面一个小的应用所以我们不要看ChatGPT 当然已经功能很多了，很厉害了使到我们有这个很大的一个震撼了，对吧？但是人工智能可以做的是远远超越
所谓的 NLP 啊，聊天机器人的那一块，OK，人工智能能做到的，包括这个安全检查啦、人面识别啦、语音啦、推算啦，这个产品的推算推荐给你啦，包括还有其他的交通啦、无人驾驶啦，这个技术，背后的硬件、软件、算法云端这个宽带，到了万事俱备的商业化的一个年代，singularity 到了，好吧？所以我会，就是我刚才那个方法已经给你了医疗器械，但是我个人觉得，在现在的人工智能方面啊，会有很多的机会啊，这个希望能就是我当然找一个更多机会，找到十倍股的地方去找了哈。好，上课去了那就给大家多点时间去报名啦，去看这个免费课程了啊。好，祝大家找到十倍股，早日财富自由，我们下次再见，拜拜。